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看到叙利亚的崩溃和阿萨德的出逃，回头想想2年前普京真的就差一点成为今天的阿萨德。那到底2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一直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这些，而且俄罗斯媒体也没有说呢？因为当时的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今天我觉得可以说了，因为时间也变了，事态也变了，那个危险，那些秘密，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所以说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2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到这儿我们先讲讲叙利亚。叙利亚2001年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这个革命事件，是不是？这个和平抗议阿拉伯之春瞬间它就变成了武装反抗，与政府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由于这个阿拉伯之春它这个反抗对抗当中，不简简单单是本国内部老百姓跟政府的冲突，它掺杂了很多外在因素，包括土耳其以色列伊朗还有美国很多力量都在里面。所以说它这个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呢，整个冲突当中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惨烈，前后死了50多万人。包括老百姓平民军人流离失所的难民逃出以色列，逃出叙利亚这个冲突地区就将近几百万人。他这个国家打的整个就是一片废墟了。直到2015年、2016年，叙利亚要求俄罗斯出手。俄罗斯出手之后这2016年到2017年，帮助叙利亚现在这个阿萨德政府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他算真正的平息了这个阿拉伯之春。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呢，就是阿萨德这个政权控制了阿拉比这个地区重要。由于叙利亚进入战乱期间所以说呢，它整个国家政权不稳定，而且它经济政治这个败落现象完全就是出局了。原来它是阿拉伯联盟当中的一个成员国，后来呢，最后一次是在2011年。就彻底被停止了这个阿拉伯成员国这个待遇，被阿拉伯成员国这个联盟就踢出去了。直到2023年5月阿拉伯成员国这个联盟这个名誉才重新给到这个叙利亚手里。也就是说，在2023年5月的时候，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心目当中，叙利亚终于恢复了自己的地位，也这个阿萨德政权也得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承认。那既然大家是一个联盟，都是成员国是吧？那互相之间就得帮忙所以说，叙利亚恢复到阿拉伯成员国这个成员位置当中之后呢，这个阿萨德立刻周游列国，开始干嘛呀？要钱借钱。这个阿拉伯国家呢也愿意给叙利亚提供资金，让他重建家园。毕竟成为一个圈里的人嘛，大家都希望这是一个同等级的，而且呢，叙利亚也具备这个能力，而且大家也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邻居存在。这个时候，阿萨德从这个阿拉伯国家手里借了不少的钱，来重建叙利亚。在2017年呢，俄罗斯帮助阿萨德巩固了政权稳定之后呢，俄罗斯、伊朗都看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阿萨德他原来这个班子当中贪污腐败、互相这个成派成系太严重了，简直就是一个老旧的体制，这么一个政治国家运行机器根本就运行不下去。所以说就要求阿萨德从军队地方必须进行一个大清洗。阿萨德呢，他看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哎呦，这么些人，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都知道，阿拉伯人他属于东方人，所有东方人之间这个关系他就特别的复杂。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愿意看宫斗剧，是不是？愿意看这个派系之间斗争，因为在东方人骨子里就带着这种东西。阿萨德就觉得我政权已经拿回来了，是不是？我就不想得罪这些老资格的人了，而且呢，他们帮我重新争回这个叙利亚政权，也立了汗马功劳。他觉得自己没这个能力，也不想去啃这个硬骨头。拿了钱嘛，大家拿钱去买，拿钱能办的事儿，那就要拿钱去办。他本着这个原则，但是这件事情不光他看到了，全世界都看到了。当你一个国家它的体制里面的官僚非常的腐败，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整个体制它就不会对老百姓负责，谋求私利，维持这个团体利益为主。那叙利亚那更是这个样子了。这个样
被西方外界的很多力量组织也看到了，他们就利用叙利亚它这个腐朽的官僚体制，这个贪婪的本性，去腐蚀叙利亚政府。花钱买人，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吗？是不是？只要你开价，我拿钱，这就完事儿了。所以说在叙利亚阿萨德这个政府当中，其实你看他是总统，但是各个派系都是有自己的金主，他们都是真正的为了自己的金主服务，而且呢，金主给钱，他们只要帮助这个金主在叙利亚内部整个体系之内维持他们利益，这就好了。这多简单的一个事儿啊，是不是？比去建设国家、建设军队、努力奋斗工作取得成绩要简单的多得多。所以说啊，这个本来就腐朽、本来就腐化这个机制、这个官僚，整个这个体系再接着这么运行，再加上外力，这变得完全是一个腐朽的这么一个体制了。也就是说，注定了这个阿萨德政府它倒台的溃败，这个结果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说到这样的叙利亚，我们会觉得，那它俄罗斯有什么相近之处呢？非常的相像，非常的近似，只不过当时啊没有去说，没有去报道这一方面。但是今天我觉得可以说，因为那已经是历史了，已经是翻篇了。说呀，为什么在2022年的时候啊，这个北约和其他的这个组织啊，他那么有信心，觉得几天之内不拖过几个月就能把俄罗斯打败呢？这都是有背后非常深层的原因的。回头说啊，2年前俄罗斯它的经济命脉其实并不掌握在普京手里，不掌握在俄罗斯政府手里。那个时候有个非常准确的数字，就可以标明这件事是什么呢？俄罗斯整个国家的 GDP 80%都是外资控制企业所产生的。那你想想，那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是不是掌握在外资手里呢？掌握在国外的组织手里呢？所以说啊，他们知道，不要说经济制裁啊，只要他们关门，俄罗斯老百姓都得饿死，根本等不到多久。你普京政权根本就坐不住。不但这样，俄罗斯的媒体几乎被外面完全控制住了。我记得有一个俄罗斯记者，他自己揭露，因为他本身就是受过这样的教育，走过这个程序了。当时啊，俄罗斯除了简单的几个国有媒体之外，所有的私有媒体，他的记者100%都受到美国索罗斯这个基金会啊，在俄罗斯的他的分支机构拿钱到美国去深造，100%啊！这个数字多厉害啊！所以说，在俄罗斯除了那几个官方媒体之外，剩下的都是掌握在我们叫做掌握全世界颜色革命这个庞大组织当中，都是受过他们培训。也就是说，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人家手里，媒体嘴掌握在人家手里头。说这个经济命脉啊，掌握在外资手里头有多严重啊？这里我举个例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啊，俄罗斯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石油公司，叫尤克斯公司。这个石油公司的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啊，他在2003年的时候呢入狱，在监狱里蹲了10年。2013年的时候被普京特赦出狱了。后来呢，他和全家住到瑞士去了。当他出狱之后啊，在2014年的时候，在法国他就声明，他要回俄罗斯竞选总统，并且呢要对俄罗斯的宪法进行修改。在这之后啊，他弄了很多的声音，组织了很多的事情，并且呢跟很多的记者进行接触。其中啊，让我最有深刻印象的是一次他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就讲述了当时他被关进监狱之后，这个尤克斯这么大的一个石油公司，他的财产是怎么处理的。他说啊，当时啊，在尤克斯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在公司的章程股东成员条款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款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司它的财产、它的领导层受到威胁的时候，绝对大威胁的时候，将有一个神秘股东出现。这个神秘股东呢，他会拿着一个信封，信封里有绝对的授权，将所有公司的决策权立刻拿到这个神秘股东手里头。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回事儿，而且呢，在公司的章程当中写着。谁是个神秘股东啊？谁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猜。结果2003年的时候，他被抓进监狱的时候，这个神秘股东出现了。这个神秘股东是谁啊？就是赫有名的本泽明·罗斯柴尔德。他本人亲身现身了俄罗斯，
来处理尤克斯的财产问题。讲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吧？俄罗斯当时的这些大公司啊，他们被西方购买收购的有多严重了？那这些大公司被这些西方的国际公司财团控制之后呢，他们又在俄罗斯境内买官，给自己的人在俄罗斯政府当中呢去买职位。这些人呢，有了职位当了官了之后呢，又在政府当中维护这些大公司的利益。它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网，这么一个链，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说呢，从商界控制政界，由政界控制国家，其实啊，整个俄罗斯政府、经济、文化、媒体、宣传都在人家手里，都被控制着。而且俄罗斯所有媒体，除了那几家仅有的官方媒体之外，所有的记者都是拿了索罗斯基金会的钱到美国深造过的，受过培训。怎么去做颜色革命的？你想想，这是多么庞大的一支军队，直接就在俄罗斯境内，而且是合法的存在。更何况，它背后又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掌握在这些公司手里，是不是？那作为他们来讲，他们认为俄罗斯那不就是他手里的一个工具吗？说怎么用就怎么用。所以说，当时讲俄罗斯就是全世界的一个加油站，加油就好了，根本不用管它。其实啊，说到这儿，大家就心里非常明确了，为什么他们当时讲出这句话，为什么能够这么毫不在意的把这么一个核大国这么藐视的踩在脚下？不光是在政府当中啊，在军队里也是一样。大家还记不记得瓦格纳雇佣军团？当时瓦格纳军团进行暴动，它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说俄罗斯国防部内太腐败了，这个官僚体制太腐败了。在战争时期啊，官僚体制。你军队当中腐败，那就是人命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当时在开战的时候，2022年开始，俄罗斯的死伤是非常惨重的，而且前线的状态啊，也真的是让人不流着眼泪根本看不下去的。能够打开这个局面，其实全是靠着俄罗斯老百姓。当时啊，很多的装备啊，包括衣服呀、帽子啊，都是后方的老百姓自愿送上去的。都是这些志愿者，在我的朋友当中，几乎没有5个人当中有1个人不是志愿者的。有的人自愿上前线送东西去，有的人呢就拿出一份工资，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今天。所以说，今天俄罗斯跟乌克兰、北约开的这场战争啊，它不是仅仅2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俄罗斯整个所有的老百姓都在参战。你想想，2022年那个时候，俄罗斯只有30万。士兵的这么一个军队，而且在全世界最大的国家、最长的这么边境线上守着，总共才30万，而且背后又有这么一个腐败的军队的官僚体制，他能打仗吗？能打赢吗？不要说打赢啊，他能坚持几个月，这就是神话了。所以说，为什么北约他那么有信心？为什么那么不在意俄罗斯？而且非常可笑的是，俄罗斯在现任的国防部长之前的2任国防部长。都是啊，与国防没啥太大关系的，并且人的口碑啊，哎呀，真的是让人就这样不含着眼泪也没法去看这件事儿。其中一个国防部长呢，他是家具厂的厂长，由家具厂的厂长直接当了俄罗斯的国防部部长。您想想，他能干什么？他会干什么？他能知道什么？这个第2任的国防部长呢，就是当了时间非常长的这个筛固。这个筛固呢，他原来是俄罗斯消防部的部长。他当俄罗斯的消防部部长啊，哎，也有个笑话，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朋友当中啊，就有一个是俄罗斯国防部退下来的军官，他就给我讲这么一个事情，这是真真正正发生在原来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筛库他身上的事情。当他当消防部部长的时候啊，他到消防局的科学院去给这些将军呐，去给这些上校去讲课去，是不是啊？得摆样子嘛。他讲课的时候呢，其实也就照本念一念，大家也就给个面子，必须来听。他就把消防时候用的这个水管啊叫成了水管。这个底下的这些老人当然就不给他面子，本身在心里就不服他，知道他是这盘菜值多少钱，是不是？根本就不想给他面子，没办法，被逼着来的。当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底下那老将军直接大声就纠正他，说啊，浇水浇地种菜，农民用的叫水管子，我们消防队员用的这个叫水袋。
这个呀，直接让这个筛顾啊脸上就下不来台，直接就红了。当时就停了课出去了，在外面抽着烟。回头之后啊，他就把说他明明在众人面前不给他面子这几个老将军，直接给开除，让他们退休了。从这么一个简单低级的错误他能犯，我们大家也就知道他对消防部门的知识啊，简直是个什么状态，就非常了解了。而且这个样他还能当消防部部长，也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啊？他代表着某一部分利益集团的人，是这些部分人呢他的一个代言人。所以说他当了国防部长的时候，也是这部分人他们的利益在俄罗斯的境内变得更大了，把他从一个消防部部长推到了国防部部长。所以说在他存在的时候，俄罗斯部队当中的贪污腐败真的是让人无法想象。所以说当时瓦格纳呀为什么能起义造反，与这个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在今年呢，普京连任之后，直接立刻把交换部长，立刻就把国防部长换了。把国防部长换了之后啊，国防部之内的大清洗立刻就开始了。他的第一副手，专管财政建设第一副手，直接又被抓进去了。到现在在里面还在写反贪污报告材料呢。而且国防部现在有好几个将军都抓进去了。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到，整个俄罗斯的国防部其实啊，它也是千疮百孔的，不比今天的阿萨德的叙利亚将军好到哪去。所以说为什么在2022年的北约支持的乌克兰啊，它能够藐视并可随意撕毁明斯克协议，然后呢又撕毁伊斯坦布尔协议。泽林斯基虽然他不是一个什么伟人，是一个政治的身子老客，是不是？但是他也不是傻瓜。你想想，当北约还有索罗斯这些大佬们给他亮底牌的时候，那他信心满满的。他一看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怕什么呀？所以说在我们外表看来，他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其实啊都是背后这些原因起的关键的作用。那这种情况普京不知道吗？当然他知道。而且啊整个媒体都控制在人家手里，在这些媒体的宣传下，老百姓把所有的生活的困苦，所有国家的灾难都集中到普京一个人身上了。大家还记不记得索罗斯他的基金会打造的那个所谓的自由代表人那万呢？他还做那个小视频，说普京有多大多大的豪宅呀，怎么样怎么样的。这都是这些西方组织在一步一步的布局。不光是像普京说的，北约的军事基地呀，已经到了俄罗斯的前面了，没法再退了。不光外面，里面其实更烂更危险。最后呢，他死在了德国医院里面，而且俄罗斯向德国要他的法医检验报告，因为啊，德国说他是被俄罗斯被普京毒死的，是不是啊？但是德国呢，到现在也不给。所以说这些组织他们做起事儿啊，真的就是为了抹黑俄罗斯，抹黑普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连自己人他弄死，他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说到这儿啊，我也真是佩服普京，他胆子真大。其实啊，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是进了一场豪赌。你想想，一个当了20多年世界超级大国的总统，在70多岁的时候做这种赌注，把自己一生的名誉，把自己的家庭，把所有的一切都赌进去，真的是让人佩服。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呀，又非常符合俄罗斯人的他这种特点。俄罗斯人他有这个特点，在大是大非面前呢，他会考虑他的灵魂的去处。这也是西方人不了解俄罗斯，觉得俄罗斯人不可理解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在我看来啊，普京当时他赌的是什么？他赌的是俄罗斯人的信仰。这个东正教这个信仰，对神的信仰，在俄罗斯人民心目当中还有存留了多少？他赌的是俄罗斯人民对俄罗斯的民族价值观的这种坚守信念有多深，他赌的是俄罗斯人民心中仅存的最后这种善良还有多少，这是他下的赌注。因为他知道当时俄罗斯人并不是很欢迎他，并不是很支持他，因为啊，你毕竟在台上当了20多年的总统，你说与你无关，国家变成这个样子，整个变成这样，我们生活这么不好，你说与你无关，可能吗？
而且他也没法去解释，没啥可说的，因为媒体掌握在人家手里，经济命脉掌握在人家手里，你能讲得清吗？你讲不清，所以说他只有赌一把，赌什么？你不要管我普京怎么样，是不是？你不要看我这人怎么样，你看我现在领大家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你喜不喜欢？这条路想不想走？你们想走，我在前面就带着你走。他这个想法，他这个意愿，俄罗斯人民也看明白了。所以说呀，俄罗斯人民像30多年前一样，苏联解体的时候，做出了为信仰自由、为保持自己民族价值观、这个民族存在，能去放弃一切争执，而且为这一切做出牺牲。这是2年前2022年爆发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真正的真相。所以说呀，我看到俄罗斯的今天，让我心里还是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神的存在，神还是在庇护着我们，保持着、鼓励着我们内心善良的存在。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